1840年7月6日，大清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军事上遭外国政权彻底碾压。大不列颠帝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夺走浙江外海的军事重镇定海镇，也就是今天的舟山群岛。以此为基地，英国将南方的贸易重镇广州与京师的门户天津都纳入了其舰队的武力威胁。8月，道光帝下令和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第一次中英失败的和谈，以及虎门大战的前夕时双方的军事部署。1840年8月，也就是定海战败的2周后，远在北京的道光帝才接到前线的消息，吃惊不已。由于当时通讯手段效率低下，从沿海各处寄往北京的奏折存在不小的时间差。此外，地方督府大员害怕战败可能带来的政治责任，所以各地送往北京的信息皆经过层层的窗试。也因此，清廷对定海战役的认知事实上有相当大的问题。这也造成了清廷处的决策出现紊乱。但在8月9日时，道光皇帝决定要实际了解英吉利方面的请求，而不是依靠地方的信息了。于是准许直隶总督琦善在天津接受英夷国书。8月底，英外相巴麦尊的信送达朝廷。来看一下英国国书的部分内容：只因官县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县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中，求讨皇帝昭雪申冤的原英文句是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翻译为现代汉语时，向皇帝要求以满意的解决与补救，而不是请求倾国皇帝的昭雪申冤。换言之，英文原句时其实与中文译本有不小的落差。20世纪以来，一些国共两党的史家和宣传家将这个翻译误差归因于大清自居天朝三国蛮憨自大所致。但其实琦善最初拿到的是2份文件，一是英文原文书信，二是中文翻译。翻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英帝国全权代表义律，所以前述那份扭曲的翻译是英国方面做的。然而，当这2份文件送达北京后，清廷为了保全起见，下令让驻北京的俄罗斯代表做了另外一次翻译。俄罗斯翻译的内容不像义律版本那般扭曲原意，反而直白。俄罗斯人翻译的第一句为：“我大皇后新派水陆兵丁往大清国海边，要赔偿，为英吉利民受大清国官之委屈，及英国受污蔑。”也因此，道光帝可能是知道英国希望赔偿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当时的道光皇帝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可以从稍后道光写给两江总督伊礼部的朱批中略知一二。朕想以这种机密的方式处理，你应该也会同意。这事本来就是因为办理不善，导致那些狡猾的英国人有机可乘。如果在同样的事情上又犯错，那么纷争何时才能平息？况且英吉利就如海中的鲸鱼、鳄鱼，来去无常。在我方必须沿海7省戒备，连海外的郡县皆得做到相应的防御准备，但最终还是很难展现我们的武力，直捣英吉利的巢穴。试问大清内地的民兵和国家财政经得起如此消耗吗？幸好英人的目的是通商，又称夙愿，这对我们而言是个重新处理的好机会。难道不是用骗言骗纸比调动10万大军来得更有效吗？你应该也能同意我的想法。显然，道光对大清武力的判断只对了一半。道光确实知道大清在海上是没能力同英国作战的，但道光帝却以为陆战部分清军能碾压英军。这种思想根植于最初林则徐的误判，以为英国人只有海上武力，没有地面作战的能力。此外，这份朱批能向我们表明，道光最在乎的就是帝国摇摇欲坠的财政，所以他想尽快平息事端，因为朝廷真的缺钱。但到底缺到什么地步呢？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的国库有1000多万200亿，这是什么概念？以道光初年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为例，清帝国最终动用了数省的资源，3万6千名士兵、2万匹战马、1万匹骆驼，共花费1000余万200银，才平息张格尔叛乱。如果对英作战也是同等消耗，那大清国库将归零，这是道光帝不愿见到的。
所以朝廷同意了琦善与英国展开和谈。8月底，道光下令虎门硝烟事件的主事钦差大臣林则徐革职参拜，并令直隶总督琦善接手钦差大臣，负责对英吉利事务。1840年8月底，琦善开始与大英帝国的2位代表在天津的大沽举行谈判。然而，道光给琦善的意旨是，严办林则徐可以，也能同意与英国的贸易恢复到1839年之前的情况，但不能再多了。对于巴麦尊要求的赔款、割地、开放更多口岸、双方世界平等来往的要求，一概不允。显然，这次会谈进行了1个多月就进行不下去了，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但是，琦善为了让英吉利舰队尽快远离天津，在一封照会文件中，以模棱两可的方式，让英国代表以为北京至少会同意赔偿烟价，所以才答应琦善，英国会回到南方继续下一轮谈判。10月，双方南下广州。1840年11月，大英帝国远征军司令 George Elliot 因身体不适返回印度。他的堂弟义律成为唯一的英国全权代表，但双方谈判仍然没有进展。至1841年1月5日。谈判基本上破局，道光帝震怒，下令立即剿灭在华的英夷，虎门战役一触即发。首先，在谈论虎门战役之前，我们必须先稍微了解一下双方的军事实力。鸦片战争中，英国派来的战舰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是3级战舰 HMS Wellesley， 配有74门火炮，还有一些4级至6级的船舰，但大部分的船是轻艇。有些不太熟悉军事和史学的历史网红以此来嘲笑当时英国是派了3流的部队来到中国，但事实上，英国舰队之所以以轻艇为主，是经过仔细盘算的结果。印度总督奥克兰公爵是很清楚知道，中国水师不足以对抗英国的船舰炮力，所以海战绝对不会是双方交战的重点，而是要向北京直接施压。因此，能否在路面上取得成功，对英国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关键。英国不可能派高级别、高吨位的战船来到中国沿海进行河道作战，因为吃水深的大型战船根本无法在这样的地形上行动。派遣低级别、吃水浅的战舰与轻艇才是有逻辑的选择。循着这个思路，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会以派轻艇为主，战舰只是作为陆军的火力支援罢了。更关键的是，大英帝国还派遣了皇家海军第1艘蒸汽动力的铁壳战船 Nemesis 复仇女神号来到中国。这艘战舰是蒸汽动力，意味着不像英国其他战舰一般依靠风力推动，对于风向不稳的沿海作战来说是绝佳的选择。复仇女神号配有9磅型和32磅型火炮，还有当时英国最前沿的火箭 Congreve Rocket 康格里夫火箭，射程更长，机动性与准确度更高。复仇女神号在接下来的虎门战役中，在广州海域如入无人之境，摧毁多座中国炮台与无数的水师战船，被当时的大清军人称为恶魔之船。陆战部分，大英帝国派遣皇家第18、26、49步兵团、皇家海军陆战队2支皇家炮兵连，以及孟加拉步兵团和2支印度工兵连，用于地面作战。再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广州海防的配置。1830年绿老杯事件中，虎门绝大部分的炮台都给英国战舰炸毁了。事件之后，道光帝聘任关天培为新任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手规划了最新的虎门海防。首先，虎门是广州的门户，必须严加死守。关天培设计了3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沙角与大角炮台，这2座炮台都在绿老杯事件中被摧毁。关天培是因为2处相距甚远，难以交叉火力掩护，所以在新的虎门布防中，沙角与大角主要是作为信炮台使用。一旦有敌人自海上进犯，虽然大角、沙角炮台做一定程度的防御，但主要是为后面的防线做伺候之用。第2条防线在这里，主要通道就2处，上横挡岛右边的东水道与左边的西水道。在东水道部分，雅娘斜岛西侧建有威远、正远与近远炮台，在上横挡岛东边则设有横挡炮台，组成180位火炮的交叉火力网。上横岛西边则有永安炮台，搭配卢湾的巩固炮台，共60位火炮。2者中间的海面还架有排练，阻挡战船进入。第3重防线则在大虎山岛设有32位火炮，是广州城最后的屏障。此外，广州水师战船也分布在狮子洋和伶仃洋上，随时准备支援抗敌。
林则徐上任后，又加强了部分炮台的组建，称虎门为当时中国海防火炮最为绵密之处，完全不为过。虎门火力网的关键是第2重防线，只要上横挡岛的防线一破，第3重防线也很难支撑。然而，如此绵密的火力网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这个设计预设了英军不善陆战这个假设。如果英国人只能打海仗，3重防线或许会带给英国舰队一定程度的麻烦。但是如果英国能从侧面实行路面打击，整个防线就会崩溃。1841年1月7日清晨，一律确认了谈判无果，下令英军往虎门进攻。由英国当时最先进的铁壳战船复仇女神号打头阵，进攻虎门海防的第1道防线——沙角炮台与大角炮台。下一期历史卫视将完整呈现虎门战役以及广州战役的全经过，敬请期待。